比特币情绪指标迎来4年一度非常重要的黄金交叉，是否预示着比特币大暴涨马上就要来临？今天视频利用比特币月线的这个 SO 指标来跟朋友们判断一下里面的一些形态和知识点，以及这一个 KD 指标我们要怎么来观察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简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月线比特币 SO 指标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上涨，目前是不是在二浪整理的结构，也是一直在等待比特币什么时候会开启第3浪疯狂牛市大暴涨的行情。等来的这一个 SO 指标目前已经是走成金叉的结构，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马上开启大暴涨的行情？我个人观点是这样子不会大暴涨，我估计大暴涨时间应该也是快了。现在是在9月份，之前有跟大家讲，我判断有可能10月份会不会开启3浪里面第1浪的上涨，也是一直在猜测到底月线什么时候会开启第3浪疯狂牛市上涨里面的第1浪，或者是后面还有没有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这整波如果是一个3浪的结构，后面还有没有个5浪，然后比特币会不会涨到未来的20万或者是30万的顶部，5浪的高位，到时候要出清比特币底部抄底的筹码。既然去年的那个比特币 20K 的底部，当时这个 KD 是在20下方，也是事隔4年的时间带大家抄底。19年的底部它也是在 20K 下方，或者是15年的底部 KD 指标在月线里面也是在20下方，非常非常低的超卖区。那现在这一个情绪指标也是一样，4年的时间，蓝线已经穿过这个红色的线。我们要等10月初来确认这个指标是否正式形成黄金交叉，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 SO 指标金叉的位置，事隔4年的时间是在这个位置有过一次金叉，当时是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，所以我相信如果当时这边没有黑天鹅事件，这个低点有可能就是要开启3浪的上涨，或者是把这些整理的区间接到这个位置，后面这整波都是3浪的上涨，这就是4浪的回调，5浪就是整个波浪它是1、2、3、4、5，只是2浪有一个黑天鹅的事件差的比较深，所以目前的位置，我个人观点4年的时间形成一个黄金交叉，每一次有压回来的低点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珍惜。如果你手上真的还有资金，或者是还想开币本位的朋友，25K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19年这个位置月线里面情绪指标金叉，那上一次金叉的位置也是事隔4年的时间，就是这个位置金叉，它前面更早之前比特币月线的情绪指标金叉是在2016年的1月份，当时这个位置也是下跌，它也是第1浪上涨，后面是在这个位置压回来这一条20的 EMA。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比特币月线里面20的均线，它目前还压在头上价格是在20月均线的下方。不过我的观点是，其实这条线也是走平的结构，它随时也可以穿上去，或者类似当时2016年的这个位置，就是这条线它感觉也是走平的结构，这边都是在区间震荡不排除在某一个时间点会不会有类似这种3浪里面1浪的上涨，还有2浪的回撤，或者是2浪的整个区间的洗盘，或者到这个位置是不是3浪、4浪、5浪，就是这边整个大波浪是1、2、3、4、5，最终牛市见顶，熊市开始。所以现在我的结构是，这边有可能就是才进行到2浪的结构，你要珍惜每一个2浪压回的低点，有可能随时在某一个时间点就会爆发第3浪的行情，不要等到时候涨上来了，又有很多踏空的资金在那边，要不要去追加比特币？你会后悔4到5年的时间，再等下一个熊市的低点才能去抄底比特币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月线这个 KD 指标，首先我们留意一下，它目前是在50上方的多方强势区，所以它有死叉反而是好事，不死叉反而是更好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历史上，比如说比特币月线里面19年这一波上涨，后面死叉的位置，像这种死叉的下方低点的位置，除非有这种黑天鹅事件，它有可能会达到这么低的低点，不然有可能像这种死叉的位置，这边就感觉开始要进行一个黄金交叉。所以死叉是好事你要利用趋势是在上升的结构，有死叉压回来，低点的位置尽量去找买点，
包括2016年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第一波牛市的行情来到这个位置，可能都已经进行到第三浪的结构，比特币月线的这个 KD 指标都没有进行时差，然后这边有2个月的大跌，当时高点到低点好像也是跌了40%，你可以看一下时差是不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，就是给我们币本位继续做多比特币的点位，或者是后面上去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就没有再时差过，而且每一次感觉要时差，每一次感觉要时差，每一次感觉或者这个位置有时差哦，比特币的价格还是继续往上涨。所以看到这种 K 线，月线里面高点到低点是跌了40%，高点到低点跌了40%，也是接近40%。像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，就是因为它感觉要时差不时差是更好的事情。你有底部或者是像这些点位都是买点的位置，有做对的话，一定要一路报到顶部的高位，到时候再做套点的动作。所以现在的比特币是不是2浪 ABC 调整快要结束？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开启第3浪里面的大暴涨行情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